6月8號，菲律賓棉蘭老島海域發生了一場7.8級的強烈地震，這是該國近30年來所經歷過的最嚴重的自然災害。災情還沒有平息，菲律賓總統就在災區視察時，當着眾人的面笑了起來。這個視頻很快就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大家好，我是謝飛，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6月8號早上的7點37分，棉蘭老島海域發生地震啊，震源較淺，破壞力大。震中呢，在這個薩蘭加尼省外海，人口呢達到70多萬的港口城市桑托斯將軍城呢，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城市裡的這個建築物大量的倒塌，海邊地區呢拉響了這個海嘯的警報。6月11號，菲律賓方面呢確認55人死亡，上千人受傷，31人下落不明，受災人數超過了14萬。6月10號呢，也就是地震發生这個2天之後啊，菲律賓總統呢就來到這個災區視察嘛。那當時的災區的情況應該說是十分的慘烈，慘不忍睹啊！災民們還在徒手挖掘這個廢墟，尋找遇難者的遺體，帳篷、藥品、燃料等等這些救災物資就十分的短缺。但是呢，馬克思在廢墟現場接受採訪的時候，竟然2次當着這個鏡頭大笑，中途呢還整理一下自己的這個髮型。那這一幕就被完整的記錄了下來。那这個視頻播出之後呢，在菲律賓國內就引起了很大的不滿啊。但是問題關鍵是，菲律賓的總統在這種災難現場，這個笑啊，大笑微笑這種事兒呢，不是第一回發生了。大家記不記得？曾幾何時，當時這個菲律賓發生了，在它的首都馬尼拉發生了嚴重的人質事件啊。當時有這個一個大巴車上面載滿了中國香港的遊客。結果呢，一名前這個菲律賓的警察劫持了這個大巴，然後呢，最後他的這個特種部隊上去解救的時候，各種的那種錯誤百出，解救的時候出現了各種的混亂，最後有多名的我們的香港同胞遇難，這麼一個慘痛的一個事件當時發生之後呢，當時的菲律賓的總統阿基諾3世到現場進行視察。那原本呢，總統視察是對這個事情的這個嚴重的關切，那會引得這個事情呢能夠得到及時的這個調查和處理。可是呢，媒體就拍到了，無論這個阿基諾3世是在現場視察的時候，還是在新聞發布會上多次進行微笑，或者說是大笑，這就讓人覺得很不爽，很不舒服。儘管阿基諾3世事後解釋說，他就是長着這麼個笑臉，說話的時候有的時候這個表情稍微大一點以後，看起來就像是在笑，其實他並沒有笑，但這是他自己的辯解。最起碼在那個時候，包括這個菲律賓的自己的民眾，還是全世界的民眾，都認為這就是他在現場笑，是他的表情管理的失誤或者他就完全不在乎這個死去的這個我們的香港同胞等等這些所以呢，我看到這次的馬克思的這件事兒，我就想到了當年阿基諾3世在面對那次菲律賓人質事件時候的同樣的表現。難道菲律賓的總統在災難現場大笑成為了菲律賓的一個傳統了嗎？我們話說回來這次總統的反常行為之所以引起人們的憤怒，那原因是本次的重災區棉蘭老島南部是杜特爾特家族深耕幾十年的核心勢力範圍。這個重災區包括重要的城市達沃。目前菲律賓2大政治家族之間的這個競爭應該說是越來越激烈了。2028年的這個總統大選即將到來民調顯示呢，杜特爾特家族的這個支持率暫時領先。那很顯然，這個小馬克思對此就不爽和緊張。那這次天災正好給了對手的票倉造成了重創，馬克思團隊呢所採取的一切應對措施都受到了這個輿論的質疑，而現場的笑颜則暴露出了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這麼一個冷漠的態度。除了菲律賓近期處境已經很糟糕以外，該國的競選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時候呢，以49票對142票慘敗給吉爾吉斯斯坦，再加上國內頻發的這個貪腐醜聞呢，那這個總統的支持率那已經跌到了谷底了。這次的災區事態呢，又進一步的消耗了最後一點的這麼一個僅剩不多的公信力。
6月11號呢，中國外交部的正式宣布，对菲律賓國防部長及其配偶、子女進行制裁，禁止他們進入到中國內地和港澳地區，並且不允許中國境內的任何機構和個人與他們進行任何形式的這個合作或者是交易。那制裁的原因就很明了了，防長呢多次發表這種不實的涉华言論，損害了中國的合法權益，嚴重破壞了中菲兩國之間的這種關係。那中方此次制裁並不是心血來潮，那之前呢已經做了很多的準備工作。那在10天前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話會上呢，該菲律賓防長呢公開就抹黑中國稱中方援助菲律賓的化肥、燃料等等物資是包裝和欺騙，無端炒作所謂的中方威脅。你看看，為了避免呢中方記者在現場提問，他甚至帶着代表團從酒店後邊的這個廚房通道倉促離開，隨行人員還帶着這種輕蔑的笑容，態度十分的囂張。中方早就對菲律賓進行了嚴厲的這種警告，要求其約束官員的行為。本次制裁呢，可以看出中方的反制措施越來越精準務實。那麼過去呢，在面对這個其他國家的這個政客對中國的挑釁的時候呢，中方通常只是用外交上的那種警告來應對，而這次呢，直接針對一個國家現任內閣的主要成員來進行制裁，這個反制力度和效果應該說都大大提高。那這也就給這個東南亞地區那些想在中美之間這個左右逢源，靠反華博取政治熱度的政客們敲響了警鐘。对華抹黑、挑釁的言論已經不是零成本的政治秀了。特奧多羅的母親屬於菲律賓最頂級的許環哥家族，是前總統阿基諾夫人的親姐妹。該家族的先輩呢是從這個福建漳州下南洋的這麼一批華人。前段時間大家看電影這個阿嬤的情書是吧？這裡邊呢就演的當時的這個福建當時下南洋的那批華人到了泰國之後的故事。但實際上呢，當時的這個福建的那些華人，就是下南洋的那些華人呢，去到了相當多的国家，就東南亞的這些國家包括了像馬來西亞，包括像這個泰國包括像菲律賓等等這些地方，其實都有華人的存在。那麼依靠家族強大的这種政治和商業的關係，那他就一路高升從名校畢業之後就擔任了議員，之後又連任了2屆國防部長，整個仕途都是依靠他祖輩留下的遺產。但是他卻有意割裂自己的華裔血統，公開宣稱幸好祖宗離開了中國，他就完全倒向美國依靠華裔背景發家，但是卻以反華來邀功。那這樣的做法在菲律賓國內也受到了批評。那目前菲律賓的這個困境已經非常明晰了。國內方面呢，重大自然災害亟待處理，救災物資缺乏救援壓力很大，政壇內鬥不斷他的這個總統的公信力是不斷的下降。那麼我們從國際上看，菲律賓呢長期依靠美國，但是這次大地震之後，曾經標榜盟友的國家呢，只發了些空洞的慰問，並沒有提供任何實質性的幫助而中方、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則是在第一時間主動提供援助。那天災不分政治，擺在菲律賓面前的是亟待解決的民生問題和前途未卜的發展形勢。10多萬受災群眾也正在等待官方的回應和救助。所以希望這個菲律賓當局，尤其是總統本人，真的要把國內的民生、老百姓的福祉放在首位，而不是把政治操弄放在第一位。好了，感恩收看這一期的谢飞觀察，希望各位点關注，同時將視頻轉發分享出去。我們下期節目再見。